微笑型火山，内爆型情绪的真相。他是公司里的开心果，凡事都说好呀，没问题，总是笑着帮忙。同事请他代班，他说没事啦，我刚好也在办公室。老板临时要他赶个报告，他微笑点头，交给我。他很少发脾气，也几乎没有情绪起伏，直到有一天，他笑着交出辞呈，语气一样温柔。谢谢大家这段时间的照顾。没有人看见，他回家后关上门，躲进被窝里爆哭3个小时。原来那个总是笑着的人，已经忍耐了太久，只是不让人知道。他就是典型的微笑型火山。生活实力1，客气是我最后的反抗。Linda 是3宝妈，全职主妇，照顾孩子，煮饭接送，家务全包。有一天，她在厨房里切菜，先生经过顺口说：“切菜切太粗了啦，小孩不爱吃。” Linda 抬起头，微笑回答：“我下次会注意。”声音柔和，语调平静。然后等她转身，她手中的菜刀重重地剁下去，心里呐喊：“你什么时候切过一次菜？”她不是没情绪，她只是把怒火变成礼貌，把疲惫压进沉默。她的笑不是愉快，而是压抑。她在爆炸边缘，只差一根火柴。这种笑容叫做社交版的地震前夕，平静的让人忘了它随时可能震碎全场。你身边的情绪黑洞型人格，我们习惯注意那些情绪外放、容易大声抱怨、情绪反应强烈的人，却常常忽略那些看起来永远稳定、从不生气的朋友、家人或同事。他们可能是你最不担心的人，但其实他们就是情绪内爆型人格。表面冷静，内心早已翻江倒海，很少抱怨，其实压力早已爆表，表现的什么都行，内心其实处处在喊不行。最后不是爆炸给你看，而是默默断线。他们不像火山那样轰然爆发，而像水坝一样，一旦崩溃就是沉默。微笑型火山怎么炼成的？一个人怎么会成为微笑型火山？往往与成长经验有关。1，从小被教导不能有情绪，不可以哭，哭是懦弱的表现，不要顶嘴，大人说的就是对的。2，表达过情绪，结果被拒绝或羞辱，你又在情绪化了，烦不烦啊？怎么这么小题大做？3，身边的人只喜欢乖乖牌的自己，当他温柔听话，配合每一件事时，大家都说他贴心又好相处，但他一提出不同意见，就被说怎么突然变得这么难搞。他就这样慢慢学会笑比说真话安全。生活实力2，情绪关静音其实不代表消失。世哲是个在教会服侍多年的青年领袖，热心、谦卑、笑口常开，什么活动都愿意帮忙，连周末加班搬器材也总不推辞。但有一天，他突然在聚会前崩溃，蹲在楼梯间偷偷掉眼泪。他说：“我其实很常觉得累，觉得自己只是被利用。可是我一讲出来，就会有人说：你怎么可以这样想？你是服事主耶。”于是他就再也不讲了。不讲不代表没情绪，只是那些情绪被他按了静音键，却还在背后默默腐蚀他对信仰与人际的信任感。6，内爆情绪的3大特征。1，不是不气，而是气完不敢讲，看似不生气，其实气到想翻桌。
只是内心的翻桌成了自我压抑。这样讲会不会太过分？2，不是不累，而是不敢喊累。他怕说我不行会让别人失望，怕说我不想做了会被贴上不负责任的标签。3，不是不需要，而是不敢要。他早就有需求，渴望想被理解，但习惯了先问，这样会不会给别人添麻烦？这种人最容易变成功能正常、内在崩溃型人格。工作做得好，人缘看似佳，但心里其实常常想逃。微笑是情绪防御，不是真实状态。有些人笑得越开，心里越孤单。笑容不是他情绪的表达，而是他的盔甲。那不是我真的不在意，而是我不能让你知道我在意。笑是他最后的自我控制，因为他知道一旦把情绪释放出来，可能连自己都承受不起。微笑型火山的人最需要的从来不是被夸好棒、好乖、好稳定，而是有人问他一句：你真的还好吗？结语：看懂微笑，才能拆解内爆的地雷。情绪不是洪水猛兽，它是人体的警示灯。一个人能表达出来的情绪是健康的，真正危险的是那些被收起来的情绪，累积在心底，不被听见，用笑容包装，不被重视，在沉默中发酵，最后变成苦毒，自我否定，身心俱疲。那些微笑型火山看似平静，实则满身伤痕。他们不会主动求和，因为太习惯说我没事。但如果你是他们身边的人，请记得留意那些过度懂事的反常。如果你就是那个微笑的人，也请学着问自己一句：我今天到底过得好不好？